北京时间7月6日凌晨4点，美东时间7月5日下午4点，世界杯16强，纽约新泽西球场，巴西对挪威。开球之前，先看一笔账：巴西踢了100多年球，全世界有点名气的对手几乎赢了个遍，只有一支队他们从来没赢过。1988年到今天4次交手，2平2负。这支队就是今晚的对手挪威。还有一笔更邪的：2002年捧起大力神杯之后，巴西在世界杯淘汰赛里只要碰上欧洲球队，6场全输。2006年法国，2010年荷兰，2014年德国，2018年比利时，2022年克罗地亚，一个没落下。24年了，这道坎儿巴西一次都没迈过去。而今晚站在对面的挪威，恰好又是一支欧洲球队，所以这场球哪是什么强弱分明的走过场？一边是5星巴西，身上压着2道魔咒；另一边是那个1米95的金发大个子哈兰德，人生第一届世界杯踢了4场，进了5个，身后跟着一支28年没来过，来了就没怕过谁的挪威。你要是觉得巴西实力摆在那儿稳赢，或者反过来觉得挪威就是哈兰德一个人的独角戏，那这条视频你都得听完。这场球的门道比分牌深多了。先说巴西，别误会，5星的家底儿谁都得进3分。可这支巴西走到16强，身上带着好几道口子。第一道口子是日本那场下出来的，32进16，日本先进球，1比0压着巴西踢。巴西好不容易追成1比1，一直熬到补时第95分钟，替补上场的马丁内利一脚绝杀，2比1才惊险过关。赢是赢了，可全世界都看见了。这支巴西被一支亚洲球队按着打了大半场，而且那场球暴露的毛病很具体，开局慢热，节奏起不来，让日本的快速传接在禁区前沿踢出了好几次机会。淘汰赛的对手只会一个比一个狠，这毛病不改，早晚要命。第二道口子伤的，而且一伤就是俩，中场核心帕奎塔就是日本那场伤的，左大腿后侧肌肉拉伤，官方确认挪威这场踢不了，搞不好整届世界杯都报销。边路的拉菲尼亚小组赛就伤了大腿，这场也基本指望不上。一场淘汰赛同时缺俩首发，中场的组织、边路的宽度都得现找补丁。第三道口子，账面的，巴西这届4场进9个球，听着唬人，可其中6个是刷在海地和苏格兰身上的，真碰上硬茬呢。踢摩洛哥1比1没赢，踢日本赢得心惊肉跳，再加上那桩全世界看热闹的事儿，内马尔34岁，离开国家队2年半，被安切洛蒂招了回来。可4场球就替补上过一小会儿，打日本1分钟没捞着踢。老爷子赛前松口说他现在能踢满90分钟了。今晚用不用，什么时候用，这是安切洛蒂手里的变数，也是更衣室里悬着的事儿。这画面本身就够唏嘘的。上一届卡塔尔，巴西的头牌还是他，这一届头牌成了维尼修斯，他坐在替补席上看。说到安切洛蒂，还有个背景你得知道，巴西队史几乎从不请外国人带队，上一回请外教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儿。能让5星巴西破60年的例，低头去请一个意大利老爷子，你就知道这24年的心病把他们憋成什么样。当然，巴西是巴西，替补席上坐着绝杀日本的马丁内利，坐着一排别的队当宝贝的攻击手，这种板凳厚度全世界没几家有。可老马把话放这儿，这支巴西是5星球队里裂缝最明显的一届。再说挪威，这队现在的状态用一个词说，气焰嚣张，而且嚣张的有理有据。第一个理由，哈兰德的状态是烫手的，预选赛8场，他进了16个，场场破门，欧洲区射手王，是第2名那档凯恩他们的整整1倍。到了正赛4场又是5个，金靴榜身前只剩梅西，一个39岁拿过一切，正在跟世界杯道别；一个25岁头一回来，正在把名字往史书上刻。这1年半加一块21个球，这不叫手感，这叫常态。挪威这届总共进10个球，他一个人包了一半。你要问他踢球是啥样，3字儿不讲理。1米95的个子，冲起来能跟边锋掰速度，禁区里跟他贴身，像贴住一堵会加速的墙。全欧洲的中卫研究了他好几年，最靠谱的结论还是那句老话：别让球传到他脚下。第二个理由，这队真不是哈兰德的独角戏，中场站着厄德高，阿森纳队长专门负责在30米区域抬头找人，哈兰德的跑位一到，他的球就到。边路还有个20出头的天才边锋努萨，单兵能突。你想想，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，上一代人看世界杯还得翻1998年的录像带。如今预选赛8战全胜，轰37球，把意大利双杀出局，这不是一个人的爆种。
这是一整套进攻体系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而且这套体系是有防守底子的。不控球的时候，挪威整体回收，经常直接摆成5后卫的低位铁桶，中卫又高又壮，禁区里的高空球基本抢不过他们，一断下球2脚就过半场。厄德高抬头找哈兰德，简单粗暴，但预选赛全欧洲都验证过一遍，好使。第3个理由，很多人没注意到，那场1-4输法国，挪威是提前出现之后的大轮换阵容，主力踢的是养生球，真到了刀刀见血的淘汰赛，32进16队，科特迪瓦被缠到第86分钟，哈兰德照样站出来一锤定音，2-1。这是挪威建队以来头一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，全队的士气现在顶到天灵盖了。第4个理由，光脚的心态，巴西背着的是全国上下指认夺冠的期待，帕奎塔一伤，媒体的板子就抡起来了。别忘了，巴西人心里还压着2014年那道疤，家门口办世界杯，半决赛1-7，全国直播的葬礼。打那以后，巴西每到淘汰赛，全队踢的都像捧着瓷器。挪威呢，28年头一回来，走到哪一步都是赚的。淘汰赛一场定生死，谁包袱重谁动作变形。这时候再把开头那2笔账拿回来看，味道就出来了。巴西对挪威，1988年平，1997年2-4输，1998年世界杯1-2输，2006年又平，4场没赢过。尤其1998年那场，巴西还是卫冕冠军，第78分钟贝贝托先进球，眼瞅着要赢，最后10来分钟被连灌2个，2-1翻了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年那支赢了巴西的挪威队里，就有今晚坐在挪威教练席上的索尔巴肯。也就是说，巴西全队没有一个人赢过挪威，而挪威的主教练亲眼见过巴西怎么输。魔咒这东西科学解释不了，可球场上的人心里都拴着他。安切洛蒂赛前敢不琢磨？巴西记者敢不问？这就是压力。这正好半场啊，老规矩，订阅先点上。接着说今晚真正的胜负手，先看最要命的对位，厄德高到哈兰德这条线。挪威的打法不复杂，中后场断了球，厄德高拿球抬头，一脚过顶长传打身后，哈兰德用身体卡住中卫，要么自己转身抽，要么做给后插上的队友。就这一招，全欧洲研究了好几年，没研究明白。巴西的双后腰今晚的头号任务就是掐断这条传球线，掐不断，让哈兰德在禁区里跟中卫1对1，那就只能拼运气了。这条线上最吃劲儿的人是巴西的老后腰卡塞米罗，34岁了，经验还是那个经验，可转身和覆盖不复当年。日本那场，人家的快速穿插就在他身后打出过机会。今晚他要护住的身后站着的是全欧洲最会打身后的一对搭档。巴西的杀招在另一边，维尼修斯的左路爆破。这几年巴西的进攻全靠他串，拿球就过人，过完人就冲门。而偏偏挪威的主力右后卫里尔森大腿又伤，这场大概率上不了，顶替他的佩德森今晚要独自面对地球上最难防的边锋。这个点就是挪威防线最疼的地方。可巴西也有巴西的难处，挪威一旦把大巴停稳，你就得有人能在禁区前沿那2平米里捅出最后一脚传球。帕奎塔干的就是这活，现在他没了，所以别怪安切洛蒂总把内门攥在手里。真到传不进去的那一刻，场上最需要的恰恰是那颗34岁的老头脑。这也是今晚最值得盯的一次换人。内门起身热身的那一刻，全场8万人的情绪都会变。还有个绕不开的数，挪威这届4场丢了8个，场均俩。进攻端再风光，身后这条防线就是他们最薄的地方。你看，一边的矛正好对着另一边最薄的盾，两边都是，这才是这场球好看的地方。看到这儿，今晚该盯的名字你也认齐了。巴西这边3个，维尼修斯左路那把刀，卡塞米罗中场那把老锁，还有替补席上的马丁内利。最后20分钟的暗器，挪威这边3个，哈兰德禁区里那台机器，厄德高机器的开关，佩德森全场压力最大的人。那数据怎么说？博彩公司和数据模型多数还是把巴西放前面，赢面5成多一点，挪威2成出头，剩下压平局拖加时。翻译成人话，10场里巴西赢5场半，挪威赢2场。专家嘴里最常见的比分是巴西2-1小胜。可这届世界杯教给所有人的头一课就是别太信纸面。要是光看数据，佛得角就不该把阿根廷拖进加时，逼得卫冕冠军靠一记乌龙球才过关。要是光看数据，巴拉圭也不该把4届冠军德国拖进点球大战，一脚一脚踢回老家。数据管得了10场里的8场，管不了今晚这一场。这也正是几亿人守着屏幕的原因。这些账摞到一块儿，指向的是同一种走势。
这场球大概率细，大概率僵，而且越往后越危险。前70分钟是挪威的窗口，巴西缺了帕奎塔，中场组织的现拼，开局那股冲劲要是被顶住，急的会是穿黄衫的。可最后20分钟，轮到巴西的板凳说话，挪威的替补席薄，防线拼到体能红线，再面对生力军的冲击，那才是真正的鬼门关。体能账上还有个细节，巴西是6月29号踢的日本，挪威30号才跟科特迪瓦血战完，巴西多歇了一天。别小看这一天，真拖进加时，他就是本钱。一句话，谁能把比赛拖进自己的时区，谁就攥着胜负手。先把规矩说死，淘汰赛单场定生死，90分钟平了踢加时，再平就点球，一轮定去留。在这个规矩下，挪威要赢，路只有一条，开局先顶住巴西前30分钟的3板斧，别丢球，然后抓一次定位球或者反击，让哈兰德先捅进一个。领先之后，全队回收，把禁区堵死，拿身体跟你耗进加时，耗进点球都认。这条路容错率极低，哪个环节掉链子都得崩。可你别忘了，德国前几天就是这么被巴拉圭送走的，而挪威手里那个终结点比巴拉圭的硬了不止一档。反过来，巴西的剧本就简单多了，开局别被偷袭，稳住节奏，用维尼修斯一遍一遍凿佩德森那个点，凿到挪威防线不敢压上。比赛进到中后段，等对面双腿灌铅，再放板凳上那排攻击手上去收账。日本那场的教训摆着，安切洛蒂这种老江湖不会再让球队慢热一次。2个剧本，一个考验神经，一个考验耐心，就看今晚哪个先写成真的。最后说这场球的分量，巴西要是赢了，24年碰欧洲队全败的魔咒当场作废，一直卸下包袱的5星巴西，后面谁碰谁头疼。挪威要是赢了，那就是队史头一个8强，28年的等待直接兑换成历史。哈兰德的封神之路钉上最响的一颗钉子，顺便金靴的账也压在今晚。哈兰德还差梅西1个球，巴西这条防线要是再让他拿走俩，射手榜就得变天，一边要破咒，一边要造神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，纽约新泽西球场见分晓。你压谁？看好巴西破咒的，评论区扣个1。觉得挪威今晚掀桌的扣个2，顺手把你预测的比分打出来。压中的回头来领赏，觉得老马落的还重，订阅点一个。明早这场球的复盘第一时间到账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